Hello，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来到人微言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做留几手破防，葛西决定离婚。这是怎么回事呢？来了一个情感专家叫李松蔚，让他们每个人都写5个问题。这5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在对方的世界消失了，你想留给对方什么？这个环节叫做要记得，要忘记。如果你从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就消失了，是吧？消失吧，就是没了。然后你希望留在这个人记忆里边的关于你的，不管是事情也好、态度也好、感受也好、想法也好，但是你只能留5个东西，以我希望开头写下，我希望你记得。其实留几手只写了3条，只有他一个人没写出5条来啊，留了3条。第1条是什么呀？我希望你能记得曾经带给你的这些快乐，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第2条就是我的奇思妙论啊，这个思想层面的。第3条呢叫外表潇洒，就是只对你展示脆弱和无能。这个是跟葛西说的，就说我别看我外表非常的坚硬，但是我对你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对吧？代表着我喜欢你，我爱你。我希望你记得1曾经带给你的快乐，2我的奇思妙论，3外表潇洒，肖用的拼音。面对你内心柔软时的样子。对，面对你是内心柔软啊。然后呢，李松蔚就说啊，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说你从这里边其中划掉1条，也就是说，你觉着最不重要的1条，你给划掉啊。那留几手其实就删掉什么呢？就是外表潇洒，对你展示脆弱和无能啊。他留下了这个什么快乐和我的奇思妙论。就是我在外面，我跟任何人，我没有认过怂，没有服过软，我面对他，我是服软的。他很骄傲，我可以流露出我的脆弱，我的无能，我的委屈，我的一些痛苦。我在家里大部分其实都是听他的，因为我觉得我爱他，对吧？留几手其实就是这样啊，外表很坚强，很坚硬，怼天怼地，对吧？跟我们正常人类都不太一样啊。他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示平和嘛，跟人比较温柔，他怼天怼地。但是呢，就是在葛西那里，他是个妻管严，就是懂了这种服软。李松蔚说这个，其实你自己想想啊，有可能你在葛西这里才是你真实的自己，你在外边的才可能是穿上了一个伪装的外衣，对不对？可能是装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那个妻管严的形象更像是真的你啊，而那个非常强大，然后怼天怼地，非常犀利，非常洞察一切的人，那个是你装出来的。啊，有可能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问葛西说：“留几手这个样，你会有压力吗？”葛西说：“不会啊，我现在想离开留几手，离开首歌，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刘爽在说他对你的那个依赖，而且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他感觉到安全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压力吗？我不会啊。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仍然想着要离开。我想要离开是因为我想变得更好。这些话呢，直接让首歌破防了，破防了。然后葛西其实也有点担心啊，就是说这个样的话，首歌会不会缩回去，就是又变成原来那种防御的那种样子。然后留几手说：“那我原来什么样子呀？”然后葛西又说：“就是我没帮你之前的样子。”大家听一下，用“帮”留几手这种词儿。然后刘几手说：“那你帮我什么了呀？我缩什么？缩头乌龟啊？”就是因为我怕他回去原来那个样子，原来哪个样子？就是你刚刚就是那个缩回去的那个样子，没有我帮你的那个样子。我帮我什么？我说什么？说头乌龟？就现在这个样子，就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刘几手他那个情绪上已经起来了啊，有点崩溃是吧？快哭了。但刘几手说没事儿，没那么多戏，对吧？大家就是继续往下说就行了。啊，这个时候呢，李松蔚就让他再划掉1条，他划掉什么呢？划掉我的奇思妙论啊，就是把这个思想这一块的东西也给删掉了。最后呢，就是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快乐时光留给了葛西。我把我的这个什么奇思妙论划掉了，这是我的精神遗产啊！我只希望他能记得我们在一起时候的快乐时光。但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你的精神遗产。我精神遗产继承不了，关键是，这个时候葛西呢，其实还是有点小感动，对吧？啊，这李松蔚呢一句话又打消了葛西的这个忧虑，就是说，那接下来的话有可能就让你不太高兴了啊。他对刘几手说的，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说葛西离开你会变得更开心一点，更快乐一点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在他离开你之后啊，他会有更多的快乐？对呀，但是快乐是不同的。我留给他的只有快乐的记忆，没有痛苦的。你看这里都跟我没关了，没有我了，没有我了。生气。然后李松蔚就是问葛西啊，你现在是不是在事业的上升期？葛西说是对的啊，现在这个事业还比较好。然后有几手破防好什么好？你就跳个伞，对不对？开个店，
你就成长了，还是怎么着？葛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在事业上是上升期吗？是上升期，而且我跟他一直都是财务都是比较就是独立的。可成长啥就会个跳个伞就成长了，开个店就成长了。然后那李松蔚转过头来就问刘吉手说：“那你现在在你那个 MCN 里边的收入啊，就是会有现实压力，还是说够吃够喝？”这句话呢，其实在我感觉还是有点冒犯的，对吧？一般来说，原来成功的一个人，你问他这种话的话呢，就是可能会让人不太高兴啊。刘吉手当然就更破防了，直接就怼，然后说够，比你多，意思就是说他比这个情感专家要多收入，然后别人就质疑他呀，看见你怎么知道人家多少呢，是吧？刘吉手就硬说，啊，肯定比他高，肯定比他高啊。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情绪已经有点失控了，对不对？刘爽，你现在的比如在 MCN 公司的这个收入，就对你来讲是一个会有现实压力的状况，还是说其实也够吃够喝？狗比你多，你还知道人家是多少呢？你知道人家收入多少吗？比你肯定比他高，肯定比他高。然后刘吉手还说自己就是从小我就不需要被别人理解，当然现在就更不需要被葛西理解了，我就是我，对吧？我就一直都是这样。葛西现在就跟我能过，但是葛西离开了呢，我可能就是睡不着了，对吧？啊，可能就是多少天都睡不着了，其实肯定还是伤心的嘛。来表达这种状态，对吧？让葛西听一听啊。你是从啥时候开始不需要别人理解？我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别人理解，生下来吗？生下来就是为啥呀？我不需要他理解我，我从来不跟他讲。然后呢，就是麦琳就跟刘吉手说：“那你要哭你就哭出来吧。”那这个时候的刘吉手已经无差别开始怼了。那麦琳说：“那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然后把麦琳怼的就是一点招也没有，对吧？你要哭就哭啊！我说他，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其实刘吉手这一块说的基本上就是气话，什么不需要被理解呀，我从生出来就不需要被理解呀，包括怼麦琳这些东西。我觉得麦琳也是真的很神奇啊！我觉得别人冒犯他呀，他就是刀枪不入，语说多难听他都没事，咔咔咔李行亮小心翼翼措辞，反而是句句扎心。我真的这个，我有时候觉得李行亮要不要学一学，取取经，看看别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光说是因为在乎你，所以你说的话才格外扎心，不一定。命里注定。这个不对应，他俩就是啊，命里相克的感觉有点。然后最后那个是葛西把所有的都删掉，留下了最后一条叫多喝水，对吧？然后刘吉手留下了最后一条叫曾经的快乐。那李松蔚说，那你俩是不是已经默默的决定要离开了呀？对不对？就是留下快乐和多喝水这种关心，其他的事情啊，在你们的这个计划里边，至少已经全部都删掉了，对吧？那你觉得他俩其实现在的状态是不是必然要离婚了？我一直觉得葛西好像还挺坚决的，但是我觉得葛西的这个多喝水跟那个当初甄嬛去甘露寺之前的那番叮嘱是异曲同工之妙。对，就是他是表达自己的一个善意，包括自己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象。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做的挺好的，比放狠话什么之类的都要高级很多。包括Papi酱说他这个是有一点点自我感动哈，也有吧。我觉得他感动自己，其实也确实感动到刘吉手了。刘吉手说他心疼我，这个心疼就让我觉得葛西对他的这个爱其实很像葛西的妈妈对葛西的那种爱，就是一种母爱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葛西自己在那个画像那一集里面也是自己讲过的，他说他妈妈对他围着他转，为他无微不至的那种付出，他是希望有所改变的，他不希望像他妈妈一样。但是实际上他跟刘吉手结婚以后，他就变成了他妈妈那样，对刘吉手无微不至的一个照顾，对不对？我不想成为我妈妈那个样子，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就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把我当成她的全部。那之前我把首歌当成全部，其实是跟我妈把我当成全部是一样的。我很担心会变成她那样的。而且除了照顾以外，葛西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就是他妈妈对他葛西的那个严厉那个劲儿啊，其实葛西也是在不经意之间在流露出来。就是中间有一段那个回忆说的非常非常的精准，就是葛西回忆曾经他们住的那个楼，那个单位楼啊，就隔音不太好，只要稍微楼上有一点声音啊，楼下就会上来找他们的麻烦，有那个爷爷奶奶就会开门骂他们，然后骂的特别难听。当下他的妈妈是眼睛盯着电视，然后是脑子放空、紧张不安。他这么形容他的妈妈，无措，
对吧？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所以说有时候邻居会欺负就是我跟我妈，然后楼下的那一家就会因为我们家里面走路太大声什么的，就肆意上来谩骂。我妈就是一动不动的，就是盯着电，她的那个表情，包括她的呼吸，我都记得很清楚。她其实也是有点紧张的，不错的。他妈妈在外面的那些态度其实是有一点软弱懦弱的。后面他有一个接的这个词儿，真是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他说，所以他对我更加严厉。他好像他是把这个改变寄托到那个葛西身上了。所以葛西从小就说，我希望有来自父辈的那个力量感。如果我爸爸在的话，他们肯定会用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很向往那种力量感。小的时候，学习考试没考好，他妈妈隔着电话让他跪下，他就真的会跪下。他妈妈隔着电话要求他关电视，他就真的会关电视。可能有一个我爸什么在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他们会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来进行交涉吧。所以小时候他会对我更加严厉。我妈呢，可能那时候在上班，我在家里，我打电话说我没考好，我妈说跪下，然后我就跪下。我就是电话那头我就跪下，或者是有时候他电话那头很生气，说把电视给我关了，我就马上关掉，然后再也不敢打开。那时候也没有摄像头。你看他妈妈对他的这种严厉，所以葛西估计从学业上各方面吧，专业上还是挺优秀的这样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对刘基手也有同样的要求。你是一个考过100分的孩子，你是一个天才，他对刘基手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刘基手是上过巅峰的，对不对？那你有能力上过第一次巅峰，为什么不能一直在上面待着呢？你为什么要下来呢？你就考过一次100分，你又考100分的能力，你就应该保持呀，你怎么能懈怠呢？刘基手可能就跟他说我那个100分是蒙的就不可能，你绝对有这个实力，你就是太不知冷了，你态度有问题，学习态度的问题，你不够努力，你就应该努力，像我这样一步一步的，对不对？我多羡慕你现在的成就呀，对吧？你为什么不能保持下去呢？他的那种对刘基手的那种不知冷的那种失望，像极了一个望子成龙的母亲。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奇怪。可能有很多人是会望子成龙、望夫成龙，但是像他这么执着的一个状态很少。而且据刘基手所说，他的收入真的还可以，对，还可以，他就躺得很好呀。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他俩让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就是好像在很早之前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度假的时候看到那个垂钓的老人在那里晒太阳，天天无所事事的，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去打捞这些东西去卖钱，然后投资扩张，然后赚很多的钱，然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出来度假，然后晒太阳钓鱼啊。那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钓鱼吗？这是2个层面的晒太阳钓鱼，我们知道。但是你看，很多人他就是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谁告诉你只有一种成功，只有一种快乐，只有一种幸福呢？对，我觉得这个葛西的理念我理解，但是其实很多华人或者是外国的朋友都不太理解，为什么？因为你比如像大陆、台湾、日本、韩国这个东亚这些地方，我们东亚怪物坊卷这些地方的人呢，就是感觉你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人口密度比较大，还是因为这个儒家的统治思想，让他们就是发生的这种内卷的这种程度、惨烈程度非常高。你比如说，我每天下午5点就应该下班了，但是我下班的时候站起来一看，哎，好像没人走啊，就是大家都在那加班，对不对？领导也没走，那我就算了吧，我就再主动的加1小时、2个小时怎么装加班，装加班也好，真加班也好，反正我不能走这个事儿。今天我就必须要耗在这里。你慢慢的，你2个小时，他2个半小时，他3个小时，哎，这个就上去了，这个工作时间，对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对幸福的定义，对于成功的定义，其实应该多元一点。葛西目前吧，还没有取得过像刘基手当年的那个成就，日收入10万的这种神奇的现象吧。但是他可能把这个现象看成了一种能力的体现。刘基手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也躺平了，但是好像葛西就非常非常的不满。我觉得葛西不是一直都不满，你不觉得葛西受到了很多影响，他的思想有一些比较大的转变吗？对不对？他以前是什么呀？你想想，追爱，对，10几年前牺牲感，对，琼瑶式的那种偶像剧，对吧？我们看的那个什么王子变青蛙呀，什么绿光森林吧，还有是吧？就台湾偶像剧那种。然后他勇敢的去追爱，从厦门追到深圳，其实也很厉害啊。就是一个女孩，你放弃掉了自己的人脉圈子，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其实也勇气也比较大。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偶像剧影响了这些女孩，她们的一个很高的追求，
就是我要牺牲掉我自己的这些原来的这些幸福，我去为你做到了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他就去到了深圳。但是这几年呢，是不是我们的社会舆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现在流行什么呀？独立大女主，对吧？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葛西看看这个思想好像也不错，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说好，那我就觉着就蛮好的，那我也要做独立大女主，对吧？我要开始开店，对吧？跳伞，然后飞行，对吧？然后就开始去搞这个了。但是刘吉手内核非常稳定，他一直都没变过。你包括了原来刘吉手的这种思想，其实在我们儒家的这种思想圈里边，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思想，极其小众。他就是怼人嘛。其实我们一般原来从小父母教育我们，怎么可能是怼人呢？就是与人为善呀，对吧？非常有礼貌啊，你得说你好啊、再见啊之类的，就非常有礼貌。但是刘吉手他就是小众圈子出圈的，对吧？他就是怼人文化，你说什么我就怼你，说什么我就怼你，然后把这个怼呢，就是稍微娱乐化一点、搞笑化一点，就靠这个出的名。他到现在他依然是这个样，就是他这个内核非常的稳定，就社会怎么变化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但是我是感觉影响不大这个事儿呢，跟这个影响太大这个事儿呢，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有点对不上，对吧？对不上，所以说他俩的婚姻造成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也说不上谁好谁坏，但是观察到的就是这么个现象。就葛西追求的那种正确，就是当下网络形势也好，包括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想。但是刘吉手那个呢，他不是那么的顺应时代的，也是需要发展进步，对不对？对，他的思想觉得也是需要进步，他一直在说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一个声音，他甚至可能不太愿意听别人外界的声音，而葛西呢，就是一直在寻求外界的声音，这是他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吧。葛西对那个刘吉手的那种不配得感，就让我想到了今天在网上可能刷到一个段子啊，大概就是说一个女孩跟自己的妈妈就倾诉说自己哎呀最近太忙了，忙的都没时间睡觉吃饭了，就回不了家。然后妈妈就问他你吃什么了？我吃泡面了啊。旁边那个宿舍的那个室友就说你明明吃的好东西，你怎么跟你骗你妈？你不是让你家长跟着着急嘛？你不是让人家对吧担心嘛？他说你真的不懂。然后后来他就说了，他妈妈给打电话干嘛呢？他说我刚醒了。他妈妈马上就会说啊，你这样好命，我就这命苦，我就起那么早，谁像你这样呀？或者你吃的好的，哎呀，哪能像你这么会享受呀之类的，就是对子女的那种不配得感。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常会发现有这种现象，就是我好像在哪看到过，这个葛西其实也曾经说过，我羡慕首哥，就是他对首哥的这种状态呢，其实就是有时候如果是主流思想的话呢，我就有点看不上这种思想。但是他真舒服呀，他天天躺在家里边，对不对？然后收入也不少，这活得真舒服呀。为什么有人会活得这么舒服，对不对？而我却要继续的努力的去工作啥的。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运气，人生的运气，咱时代造成的。他前期如果你把这个号干起来了，其实就干起来了。你这个号前期你没有介入，没有干起来，你现在就难了，对不对？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说羡慕呀、嫉妒啊啥的，其实都没多大用。